在美国建国的璀璨星河中，有2颗星辰曾无比靠近，他们是约翰·亚当斯与托马斯·杰斐逊。一位是来自北方的律师，严谨、急躁、心直口快；另一位是来自南方的庄园主，优雅、内敛、文笔斐然。他们共同起草了《独立宣言》，在欧洲的外交舞台上并肩作战，是革命年代最亲密的战友与挚友。他们曾在信中写下：“我敢肯定，没有任何2个人比我们更心意相通。”然而，当革命的硝烟散去，建国的蓝图铺开，昔日的挚友却站上了政治的对立面。亚当斯成了联邦党的领袖，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，而杰斐逊则成了民主共和党的旗手，捍卫州权与个体自由。他们的分歧不再是书斋里的辩论，而是定义一个国家未来的路线之争。语言，这个曾经构建他们友谊的工具，开始变成了武器。在公开的报纸上，他们互相攻击，用词尖刻，毫不留情。杰斐逊的追随者骂亚当斯是妄想建立君主制的暴君，而亚当斯的阵营则讽刺杰斐逊是迎合暴民的无神论者。那些曾经温暖的、充满智慧的词句被淬上了政治的剧毒，每一次投掷都在对方心中划下更深的伤口。终于，在1801年杰斐逊就任总统后，2人彻底断绝了联系。长达12年的时间里，他们如同2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，在同一个国家里分享着同一片天空，却再无一言一语。直到12年后，他们都已步入晚年，远离了权力的中心。一位共同的朋友本杰明·拉什在病榻上写信给2人，恳求他们和解。我的同胞们，你们不能这样走进坟墓。亚当斯率先打破了沉默。1812年的元旦，他提笔给杰斐逊写了一封短信，随信寄去了一本自己儿子写的书。信中，他只字未提当年的争吵，只用一句平淡而温暖的话，开启了破冰之旅，祝你健康、长寿、富足，以及所有你能期望的祝福。杰斐逊收信后，立刻回了一封同样友善而克制的信。就这样，一封信又一封信，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，他们通信158封。他们聊哲学，谈历史，忆往昔，论生死，小心翼翼地绕开那个曾让他们反目成仇的政治雷区。他们用晚年最后的智慧，重新学习了如何与一个不同的挚友对话。语言再一次成了桥梁，修复了那道曾深不见底的裂痕。1826年7月4日，恰逢《独立宣言》发表50周年纪念日。这一天，91岁的亚当斯在弥留之际，轻声说出了他最后的遗言：托马斯·杰斐逊还活着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就在几个小时前，在南方的蒙蒂塞洛庄园，83岁的杰斐逊已经先他一步，悄然离世。他们的故事像一则宏大的寓言，告诉我们一个最朴素也最残酷的真理：语言拥有创造世界的力量，也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。一句不经意的话，足以让20年的友情瞬间归零，而一句深思熟虑的问候，也能让12年的冰封悄然解冻。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，都藏着一个亚当斯与杰斐逊，那个曾经无比亲近，后来却因一句话、一件事而渐行渐远的人。我们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复盘，如果当时那句话没有说出口，如果那一刻我选择了沉默，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。今天，我们就来聊聊那些足以让99%的关系当场崩裂的语言雷区，以及那些能够让心与心重新靠近的沟通密钥。这不仅仅是提醒，更是一面镜子，
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在关系中的样子。关系的三大支柱与语言的雷区。想象一下，每一段亲密关系都像一座共同建造的房子，它有4根核心的支柱，支撑起我们所有的信任、温暖与安全感。而那些最伤人的话，往往不是无心的口误，而是我们手持利斧，在不经意间砍向了这些支柱。第一根支柱，信念的根基，政治与宗教。原文中那个因为一句政治评论而与20年老友分道扬镳的阿明，他所经历的正是亚当斯与杰斐逊友谊破裂的微缩版。为什么政治与宗教话题如此致命？心理学早就给出了答案。因为当我们在谈论政治或宗教时，我们谈论的从来都不只是一则新闻、一个观点，我们谈论的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石，它承载着我们的身份认同、我们的道德信仰、我们对是非对错的终极判断。当你说这种人还能参政，真是丢脸时，对方听到的不是我的朋友对某个政客有不同看法，而是我的朋友在否定我的智商、我的人格、我所信奉的一切。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自我认同威胁。它触碰的不是思维，而是存在的根本。所以道理是讲不通的，越解释裂痕只会越深。宗教话题更是如此。那片好心想带邻居秀珍去教会祷告的阿芳，他的善意是真诚的，但他无意间传递出的潜台词却是：你现在的生活方式是有问题的，你需要被拯救。这种为你好的姿态，恰恰是对他人自主选择权的一种隐性否定。对方不会当场反驳，但那份被冒犯、被轻视的感觉，会像一根小刺扎在心里。然后沉默开始了，距离拉开了，关系在一种无法言说的尴尬中慢慢冷却、坏死。这就是第一类语言雷区。不要轻易去动摇一个人的信念根基。你可以不理解，可以不赞同，但你必须尊重。因为当你试图去纠正一个成年人的信仰时，你不是在开启一场对话，你是在发起一场战争。第二根支柱，价值的镜子，子女与成就。原文中，在同学聚会上因女儿待业而黯然神伤的阿慧，她所承受的是另一种更普遍也更隐蔽的语言暴力。为什么聊孩子会成为有益的修罗场？因为对于许多父母来说，孩子就是他们人生的第2张答卷。孩子的成功被内化为父母的荣耀，而孩子的挫折则被等同于父母的失败。所以当有人轻描淡写地问你孩子现在在做什么时，这句看似寻常的关心，在某些情境下就变成了一场无声的成果检阅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证实，在所有社会比较中，子女成就是最容易引发父母强烈负面情绪的因素。那种挫败感、自尊受损的程度，远超于比较车子、房子或个人职位，因为后者只是我不行，而前者却像是在说我作为一个父母是失败的。这种比较比直接炫耀自己更具杀伤力。它的潜台词是：我成功地养育了后代，延续了我的价值。你呢？他将一个活生生有着自己人生节奏的孩子异化成了一个可以量化、可以攀比的 KPI。 所以当你想开口聊孩子之前，请先在心里问自己一句：我此刻的分享是为了连接情感，还是为了寻求优越感？如果你的内心哪怕有一丝一毫的炫耀冲动，那么请选择沉默，因为你即将出口的可能不是温暖的分享，而是一把扎向朋友心口的名为比较的刀。第3根支柱，尊严的护城河，金钱与能力。兄弟姐妹聚会，大哥一句“我当年帮孩子是直接买房，做不到还算什么尽责父母”，
让妹妹阿珍瞬间如坐针毡。这句话精准地砍向了关系的第3根支柱——尊严。钱的话题从来都不只是钱，它背后捆绑着能力、责任、社会地位，以及一个成年人最脆弱的自尊。尤其在亲人之间，金钱的比较杀伤力会成倍增加，因为它打破了一种默认的平等，在最应温暖的港湾里划分出了强者与弱者。哈佛大学的研究发现，当家庭对话涉及对子女的金钱支持时，家人之间的情感距离会显著拉远。超过 80% 的受访者表示，我不想再谈这种话题。我们总以为家人之间什么都能说，但现实是，越亲近的人越容易因为一句关于钱的比较而受到最深的伤害。那句话的真正含义是，你看，我比你更有能力，我比你更尽责。这种无声的评判会让对方在你面前感到渺小、无力，甚至羞耻。那份原本亲密无间的情感就这样被金钱画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。真正的家人不是比谁给的多，而是看谁在对方需要时能给予最坚实的支撑。这份支撑可以是物质的，但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理解与体谅。这3大雷区——信念、价值、尊严，就像关系这座房子里的承重墙，一旦被语言的利斧砍伤，整座房子都可能摇摇欲坠，甚至瞬间崩塌。语言的建筑学，构建深度关系的5把钥匙。既然语言能摧毁关系，它自然也能构建关系。如果说前一部分是教我们不做什么，那么这一部分就是探讨我们能做什么。以下这5句话就像5把精巧的钥匙，能打开人心最深处的门，让光照进去，让温暖流动起来。第1把钥匙，你最近在学什么？唤醒对方的成长感。这句话的魔力在于，它蕴含着3层深刻的善意。第一，我关心你的内在世界，而非外在标签。第二，我相信你依然在成长，生命力没有停止。第三，我尊重你当下的任何状态。他瞬间将对话的焦点从比较拉回到了分享。我亲身经历过，在一次略显沉闷的聚会上，我问一位沉默的长者，您最近在学什么？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，说，在学怎么跟我的孙子打视频电话。那个小小的屏幕太复杂了。那一刻，他不再是退休老人，而是一个充满好奇心、努力跟上时代的学生。整个场域的能量都变了。德国大文豪歌德说过，与人相处要看到他未来可能成为的样子。而这句你最近在学什么，正是这样一种充满尊重与期待的凝视。就算对方回答什么都没学，光是活着就很累了，你也可以温柔地回应，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学习。能在当下的生活里坚持，本身就是一种修行。你看，无论答案是什么，都是对的。你接纳的是他最真实的状态。这把钥匙打开的是一扇通往可能性的门。第2把钥匙，你最近让你着迷的是什么？看见对方的热情。着迷是一个比喜欢更有温度的词，它指向一个人内心最鲜活、最充满热情的部分。当你问出这句话，你是在邀请对方与你分享他生命中发光的瞬间。我曾问一位看起来非常严肃的会计师朋友这个问题，他腼腆地笑了，说，我在家搭了一个小小的生态缸，每天看那些小虾、水草，能看一整个下午。就在他描述那个小世界的时候，他整个人的气场都变得柔软而生动。我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严谨的职业人，而是一个对生命充满热爱的观察者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，要真正了解一个人，就去看看他热爱的东西。
因为当一个人谈论他所热爱的事物时，他会卸下所有的社会面具，展露出最本真的自我。那份热情是无法伪装的。这把钥匙打开的是一扇通往生命力的门，它让你看见对方灵魂深处那个永远不会老去的内在小孩。第3把钥匙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承认对方的价值。这句话是哇，你懂得好多的升级版。它不只表达了赞美，更表达了对对方来路的好奇与尊重。它传递的信息是，我不仅对你的结论感兴趣，我更对你如何得到这个结论的过程感兴趣。当一位朋友跟你分享了一个精辟的观点，或展示了一项娴熟的技能时，一句你是怎么知道的，或这是在哪里学的，会瞬间打开他的话匣子，因为你邀请他讲述的是他的英雄之旅，那些学习的挫折、摸索的经验、顿悟的瞬间。哲学家萨特说，人只有在被承认存在时，才真正存在。而这句话就是对对方知识、经验和付出的最高承认。它让你从一个听众变成了一个见证者。这把钥匙打开的是一扇通往深度故事的门。第4把钥匙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？追溯对方的情感。如果说你着迷什么时看见当下的热情，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则是一次温柔的时间旅行。他邀请对方回到那个情感萌芽的原点。我曾遇到一位特别喜欢收集老唱片的长者，我问他，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个的呢？他的眼神瞬间变得悠远。他说，是小时候父亲带回家的第一台留声机。那个下午阳光很好，空气里都是音乐的味道。从那天起，我就觉得声音是有形状的。那一刻我明白，他收集的不是唱片，而是对父亲的思念和对一个逝去时代的追忆。这个问题让人不只是停留在表象，而是去看见那段塑造了他的经历。它不会让人产生防备，反而能让人甘愿敞开心扉，与你分享一段私密的个人史。这把钥匙打开的是一扇通往情感源头的门。第5把钥匙，您还有什么一定想做的事吗？点亮对方的梦想。在人生的某个阶段，我们渐渐不再谈论梦想，因为光是应对现实就已耗尽全力。但那颗火种真的熄灭了吗？不，它只是被生活的灰烬掩埋了。而这句您还有什么一定想做的事吗，就像一双温柔的手，轻轻拨开灰烬，让那颗火种重新接触到氧气。有一次，我问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师这个问题，他沉默了很久，眼眶有些湿润。他说，我想去学油画，年轻时就想，但一直没时间。我想把我们家窗外那棵老树画下来，它陪了我一辈子。这句话帮助一个人重新连接上了那个理想中的自己。它传递的是一种无比珍贵的信念，无论你现在多少岁，你的人生依然有无限可能。这把钥匙打开的是一扇通往未来的门。它告诉对方，我看见了你被现实磨损的疲惫，但我更看见了你心中那个尚未远航的少年。成为一个关系的建筑师。回到亚当斯与杰斐逊的故事，他们用半生时间向我们展示了语言的毁灭性，又用晚年最后的岁月证明了语言的创造性。他们的和解不是因为他们最终达成了政治上的一致，而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尊重彼此的不同，并找到了能够跨越分歧的更人性、更温暖的语言。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如何说话，我们学着用语言去表达、去辩论、去说服，却常常忘了语言最重要的功能是连接。那些毁掉关系的话，往往源于我们的傲慢，认为自己的信念是唯一正确的，自己的价值是更优越的。
自己的付出是更值得夸耀的，而那些构建关系的话，则无一例外的源于我们的谦卑与好奇，对另一个独立灵魂的内在世界报以最真诚的尊重与探寻。愿我们都能从今天起成为一个更自觉、更用心的关系建筑师。在开口之前，先停顿1秒，问问自己，我接下来说的话是会砌起一堵墙，还是会打开一扇窗？因为最终决定我们人生幸福与否的，或许不是我们拥有多少财富，取得了多大成就，而是当我们回望一生，那些我们最珍视的人，是否还愿意在我们身边听我们说话。一盏灯照亮夜色，一句话温暖心间。